好，美俄终于是坐下来谈了。那世界上全世界应该都在关注这个结果到底是如何。在沙国这一场会面，我们来看一下这样子的这个大人桌，现在被讲说小孩子是上不了大人桌的哦。那包含了像是美国国务卿，然后俄国是俄国外长啊，拉夫罗夫啊，还有这个沙国的外长啊，这样子坐在一块儿来谈这一次的俄乌停战。川普想要呢这个美俄改善，然后来停战俄乌；普丁想要的是警告北约，或者是想要乌克兰的领土吗？那这一场的会面呢，看起来已经是这个停火有望了啦。因为现在目前我看了一下，根据统计哦，到昨天为止，俄乌战争是已经开始了1090天。那到这个月的2月24号，就是整整3周年哦，也就是说，在5天之后就是要打3年整的这样的时间点哦。那我们来看看，现在这一次呢，美俄的谈判有进展。那普丁呢跟川普双普会有望是在2月底来进行，也就是3周年的一个时间点哦。那川普有讲到，我认为我有能力来终结这一场战争哦。我本来有可能是在本月底前呢，就是来跟这个普丁会面的哦。那就现在就看看会不会有什么其他的一些干扰因素，没有的话，应该双普就会在2月底来会面。那这一次的这个美俄在沙特的见面是长达4个半小时。卢比奥讲说，双方基本上是同意追求3个目标哦。那他们这样的进行之后呢，3点共识包含了要修复美俄的外交关系，还有呢要为乌克兰战争结束找到方案，以及思考现在美俄战后地缘政治以及经济的合作，来确保这些过程哦是富有成效的方式来推行。那现在呢，俄方也形容这一次的会谈是非常成功的哦。他们讲说，双方谈得不错，这是拉夫罗夫的一个说法。那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目前乌克兰跟欧盟哦，倒是这一次在小孩桌的那一边嘛，因为欧洲他们就自己围了一桌哦，在那边讲说被摒弃在外了呀。那可是这一次美俄达成了4个共识，是没有经过乌克兰的任何同意，也就是说乌克兰在这当中是没有角色的。俄国的官方强调呢，他们有3件事情是不让步的，一个是这个俄罗斯，就是乌克兰。他们是在这个北约扩张这件事情哦是不让步的，还有对于乌克兰加入北约以及北约部队部署在乌克兰这3件事情，俄罗斯是说是绝对不会让步的。那但是呢，之前是有传出来一些网传的版本啊，网传的版本是说俄罗斯要求在这个4个州，现在目前占领的4个州进行公投，还要求乌克兰要进一步割让土地，特别是敖德萨地区哦，要同意俄罗斯在这边来驻军，甚至他们要求要推翻现在目前这个泽伦斯基，要建立一个亲俄政权，要求乌军解散，只保留自卫的这个简单的一个自卫力量啊。那这是网络上面传的版本，但是目前他们到底有没有这样真实的要求还不得而知哦。那再来看看克公讲，加入欧盟是乌克兰的权利哦，但是俄方反对乌克兰加入军事联盟。那说普丁已经准备好，必要时也会跟泽伦斯基来进行对话。那再来这个川普哦，就是现在对泽伦斯基讲话也是非常不客气哦。他在会后呢重复表达就是克里姆林宫的战争观点，甚至还讲说是乌克兰先向俄罗斯开战的。那他说这个他有能力结束这场战争，而且目前为止进展得非常顺利。那他说一直听到说我没有被邀请这样子的话哦，他就对泽伦斯基说，你在那边已经3年嘞，3年内你应该要结束战争哦，甚至不该让这场战争开始，你本来就可以达成协议的。所以对于泽伦斯基痛批了一番哦。那看起来这个泽伦斯基真的是被美国给放弃了。那泽伦斯基现在也可能感觉到不妙了，他本来是要去沙国，就是希望说探探美俄会议的口风。那后来他现在取消了行程，因为知道这是闭门会议，可能得不到太多有效讯息，因此他就返回了基辅，现在在等候就是川普的乌克兰问题特使凯洛格。那预定是在2月20号的时候会抵达乌克兰，所以泽伦斯基现在就是去基辅，现在
可能是要等着跟凯洛格见面之后，再跟美方有进一步的一些沟通哦。那欧洲的话，我们看这个德国的最大的军火商的总裁，他讲说，美俄啊，大人吃饭，欧洲被分到小孩那一桌，等于是被晾在旁边呐。那所以这个你如果不够强的话，对于美国来讲，他们就会像对待小孩一样对待你啊。如果父母在吃晚饭，小孩就要坐到另外一张桌子哦。所以美俄现在谈判没有一个欧洲人坐在桌边。的确，我们刚刚看那张照片哦，沙国有在桌上。然后美俄在这个谈判桌上，但是欧洲在另外自己一桌。那欧洲就是那个小孩。那欧洲领导人现在该怎么办呢？恐怕只有马克宏还有办法跟川普对话一下。肖兹啊、施凯尔啊，看起来好像这个气势上面够不上，就是没有办法跟川普取得通话哦。那马克宏能够谈到什么呢？也是个未知数。现在感觉欧洲真的是被边缘化了。我们先来问一下谢老师。其实现在这个俄乌战争这个局面好发展到现在已经很清楚了，就是美国急着要结束这场战争，所以呢，他直接跟普丁谈，那没有把乌克兰跟这个欧盟欧洲国家放在眼里，因为川普的看法就变成说，这场战争他本来他就不赞成的，如果是他在当总统的话，这场战争不会发生的哈。而且打了3年来的话，美国出的钱远多于欧盟。对，他说美国大概是3500亿啊，他说这个他也没有，他说3000亿，3500亿，说欧盟只出了1000亿，而且呢，美国这个3500亿基本上都是什么？都是正款，都没有说还可以拿回来，所以他现在在跟泽伦斯基在谈判，要用矿产来把他这个3500亿要回来。那另外一方面，就昨天他在这个记者会，因为他又有在他的那个这个佛罗里达州的自己的庄园就海湖庄园，他又签署了3个行政法案，那行政命令，也回复了当场在场记者的答复啊。记者就答复说，泽伦斯基为什么不能够去参加？他有没有机会参加这个未来的谈判？川普就讲的就很那个讲的很模糊。然后就是说，记者再继续问说，那个外界谣传说美国俄罗斯要求怎么样？要求这个现在乌克兰要改选，这个要进行大选，因为泽伦斯基的位置并没有合法性。那问川普怎么看法？川普就没有直接回答。川普就说，他说事实上的话，这个现在乌克兰现在实行戒严法，而且他们事实上去年5月就应该选举了，是没有选举。他虽然没有说他的意见跟俄罗斯一样，可是他完全没反对特别提出来他的是有戒严法。他还提出一点，川普还提出一点，我觉得那个伤泽伦斯基蛮重的。他说我们给了乌克兰给了3000到3500亿美金，居然没有任何一个会计的报告给我们。没有任何的这个钱怎么花的都不晓得。谈到泽伦斯基，他突然提起这么一点，那是不是又怀疑这个泽伦斯基的这个操守的问题？记得这个在川普第一任的时候，泽伦斯基跟川普第一次见面，川普就当着记者面前说：“你们的国家太腐败了，你们这个问题要解决。”当着跟泽伦斯基，所以我觉得川普大概最痛心的就是美国那个3000亿美金给了这个泽伦斯基不晓得他花到哪里去了。所以我觉得现在泽伦斯基没有任何的怎么样实力点连欧洲都找不到，他有没有实力点？最后就由美国就川普跟这个普丁想出了一个办法以后那这个泽伦斯基就跪旨谢恩。好，请教申峰哥。这样子，台湾话形容现在泽伦斯基最好的一句话就是“目睭金金人上中”就是2个眼睛睁大大的躺在那里，怎么等死，不知道怎么办。目睭金金，他这一切都在他的眼前演出都没有让你不知道我跟俄罗斯正在谈就让你知道我在谈谁，谈你的命运，那你能怎么样子？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各位，今天泽伦斯基所面对的情况，不就是我们今天台湾最需要的一个警告吗？爆美来保乌，现在不是很多人爆美
要来保台吗？保台的结果是什么东西？今天明白的告诉你，雅尔达密约啊，是谈好了之后，事后我们才知道啊。至少他谈的时候还给你一点面子，不让你知道啊，最后才让你清楚的。现在是让你知道我们在秘密妥协。我讲个比较难听一点，就让MP知道我要跟小三去约会，而且还告诉你在哪里约会，你还不准来，是吧？不，是不是这样子一个情况？多悲哀啊！今天的乌克兰是叫天不应啊！为什么？因为那个拱我他去战争的拜登已经屁股拍拍走人了。你去找拜登吗？拜登说我下台了，跟我什么关系？然后叫地不灵，因为俄乌的战争现在准备要结束了，是俄罗斯跟美国在谈，然后没有你的份，结束了。这个命运是第一次吗？在人类的不是二战是什么情况结束的？二战也是美国打了之后打不下去了，所以一方面去跟中国大陆决定要建交，一方面呢就签订了巴黎协定，南越能怎么样？南越什么事都不能做，就签订了巴黎协定，然后美国屁股走了。这个战场交给你南越了，不久以后，南越果真就被北越统一了。这一切都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美国不可信。说美国不可信，还真的不是推论。在这俄乌战争的这将近3年的期间，你去看看民党的侧翼，看看民党的这些人怎么讲美国的，怎么讲乌克兰的。当时他在讲，今天的乌克兰是明天的台湾，他说不要唱衰。现在不用唱衰，现在就在眼前演给你看，而且活生生的演给你看，而且就让泽伦斯基在旁边看，看人家在决定你的命运，而你就无可奈何。亲爱的朋友们，亲爱的台湾同胞们，我们真的愿意看到有一天是这样的命运吗？北京、华盛顿就公然的谈台湾的前途，然后我们在旁边，变越告了，好，我们来请教舰长。曾经写过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文坛大师昆德拉，其实大家可能以为他是法国人，他不是，他是捷克人。那他当初对于1938年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所举行的慕尼黑会议，他是怎么样写的？他写说，一边是大国，一边是小国。有些国家坐在会议中谈判，有些国家则在前厅里彻夜等待。我们看看现在坐在大人桌里面的是不是没有乌克兰？那乌克兰就是在彻夜等待，看看他的命运是什么。这件事情历史上屡见不鲜。那例如说，刚刚申峰老师讲了有关于越南的部分，我现在补充2次世界大战有关于捷克它的一个苏台德地区。就是这样的后果。那其实川普啊这个人本来就是变脸变得很快啊。那当初他不是也跟那个泽伦斯基人前手握手吗？结果呢，他现在说什么？说泽伦斯基是个差劲的谈判者，极度无能。现在听在泽伦斯基以及乌克兰的人民的耳朵里面啊。不知道是怎么样。如果现在不按照那个美国跟俄罗斯这个谈判的结果，这个有关于乌克兰会怎么样？继续变成绞肉机啊！你怎么打都没有用。你觉得打了已经将近3年了，那丧失了多少的宝贵性命，全部都进了这一个绞肉机。结果当初说要加入北约，现在这个川普直接跟你讲北约无望。当初说要收回克里米亚，现在失去的国土更多，这个就是乌克兰的命运啊。然后呢，我们现在来看看啊，这个芬兰也是欧洲现在最后一个加入这个北约的，他的一个总统是怎么谈这件事情的？他说：“哎呀，川普的战略啊，有一点像跷跷板，也就是一天在你这，一天不在你这，就是他不一定永远跟你站在一起啊。然后，而且他还说，他觉得啊，这现在这个开始谈判距离还很遥远。其实
不是距离很遥远啊，而是如果你泽伦斯基不能够摸摸鼻子接受的话，仗还要再打更久啊。那其他的部分呢，其实都是可怜了老百姓啊。那泽伦斯基一天到晚在1-2年前，不是穿着军绿色的，无论是衬衫或者是外套，雄赳赳气昂昂的吗？现在他到了慕尼黑安全会议的时候，谁理他？没有，这个就是国际现实。我们台湾人最好把眼睛睁亮一点，想一想我们未来的处境是什么。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美国的机温是不是又发生一起哦？达美航空降落失事的影片曝光哦，有21名伤者，现在还有2人留医啊。那这个根据报道是讲说，它这个达美航空呢，它其实在这个寒冷跟强风的天气之下，在降落多伦多的国际机场的时候翻覆哦，所以它机身上下整个是颠倒的。那机上80人当中有18人受伤，其中3人的伤势是比较严重，还包含了1名儿童哦。那现在所幸是没有人死亡，但是全机是有包含了4名机组员，还有76名的乘客啊。那但是呢，我们也来看一下，也有这个乘客哦，这个仓皇这个逃生的这种画面哦。乘客在脸书上面抛出了影片呢，那看见他在这个飞机翻覆之后，仍然系着安全带，被倒挂在座位上面，后来就惊魂未定的走出机舱。那消防人员则是在一旁猛力这个喷水来灌救冒烟的飞机残骸。那现在目前加拿大的运输安全委员会已经展开调查了。根据这个降落的影片呢，他们就讲说，有些专家讲可能是因为这个恶劣天气导致的哦。那飞机的安全装置啊，也让这个机身保持这个完整，所以才能够让乘客得以生还，这是比较关键的因素，应该是强风导致的这样翻覆哦。那再来我们看一下，现在目前马斯克有大动作砍人哦。那怎么样砍呢？就是航空总署说要再裁300人，那是试用期的员工遭到解雇，包含了维修技工啊，还有航空安全助理。这消息曝光之后，又引发了一段热议哦。那这个人家讲说，你难道不管现在最近这个有机温吗？这个航空的事故频传呐，为什么还执意要削减这些航空管理局哦？那这个航管工会就发表声明，就说，哎，你这样裁员是很草率的决定啊！像是这个华盛顿坠机事件，以及最近几周啊发生的几起坠机哦，都证明航空管制的问题在于人力不足啊，裁员只会让问题更加的严重。但是另外有一种说法是，这是因为马斯克挟怨报复啊，因为 FAA 有监督马斯克的这个 SpaceX 这个太空公司嘛，那所以呢，他们就讲说，这一回马斯克是想要这个借机报复一下，你竟敢对我的 SpaceX 下手哦。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消息是，竟然这个美国最大的金库哦，这个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已经有50年没有审查了。那是这个美国最大金库诺克斯堡哦，所以马斯克现在也要动手，正在锁定这个目标，就说，怎么会这样子？好像都没有人在管这个事情哦，所以现在他又有一个新的盯上的目标。那美国的民主党现在号召全国的游行，说是要抗议马斯克啊、川普啊削减联邦啊这些人手，所以就是裁员裁得太凶了，所以他们现在有非常多的这个抗议行动正在各地串联当中。那来对比一下。中国大陆啊，为了要应对这个中美的科技战，我们看到了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跟一些大陆的科技龙头大咖来面对面。那任正非就被讲说，这次是在 C 位嘛，他有讲说要警惕科技业的表面繁荣啊，这段时期其实更重要，这是一个生死关头。他说，现在尽管中国在智能驾驶、半导体的领域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但是呢，
表面的繁荣掩盖了内功不足哦。未来5年是中国科技产业的生死窗口期，华为现在已经启动了备胎计划2.0。那比亚迪的董事长王传福也提到了，他说现在中国新能源汽车领先其他领先者大概是3到5年啊，每一项技术背后都有创新，所以现在感觉起来这些科技大咖要一起来打这一场这个中美科技战，就是等于团体作战的方式啊。那 DeepSeek 现在也变成了一个美国锁定的一个AI 战场的一个竞争对手哦。那到底 DeepSeek 的这个赢面会在哪呢？有人说可能是在第3世界，因为这个低价好用又开源哦，所以很有可能会在广义的第3世界来加大这个中国大陆 AI 的一个影响力哦。那美国也要认清啊，自己不是独霸局面。原本大家人家讲说，像这个 OpenAI 感觉好像这看过去哦，整个江湖没有人是对手哦，所以太新的这个更新不用马上拿出来。现在马上就有 DeepSeek 杀出来之后，还有马斯克的加入，以及还有过去曾经在 OpenAI 的人也跳出来自己在做 AI， 所以看起来这一场 AI 大混战哦，真的是应该是从今年开始已经闻到浓浓烟硝味了。我们现在问一下介老师。达美航空这个飞机是在这个加拿大坠毁的哈。这个达美航空是美国航空公司，在加拿大坠毁了。那可是它坠毁的这一架飞机啊，是加拿大的邦巴迪亚造的，所以是加拿大的飞机。所以这一次啊，那看起来好像波音没事啊，跟波音没有关系。终于不是波音。可是呢，就变成就是说美国的飞机啊。那么就是说，它现在出事率实在太高了。因为这个虽然是邦巴迪亚加拿大造的，可是它在美国的这个航空公司啊下面服役，它是受美国的这个航空总署进行各种安全的这种审核跟怎么样，跟这种监管。那现在就变成就是说，刚刚提到美国航空总署这个被裁员300人啊，其实在上一次这个。就是美国的黑鹰直升机啊，在华盛顿撞上一架这个民航机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啊，当时川普亲自出来主持记者会，他就有特别提到美国航空总署内部的问题。他说这个美国航空总署是一直在奉行一个叫什么叫 DEI 啊，这个就是说所谓的这个多元化啊、平等，然后怎么就包容性的这种所谓招募的政策，那牺牲的是他们的专业，所以他那个定的这些标准是非常奇怪的，就是说变成美国的这个航空总署常常他这个航管人员里面他事实上有的时候有一些比如说听障或者说视障都可以参加，那就变成就是说相当这个让人家觉得你这个负责整个航空的安全的，你这个要有这个不但说要一般的，你要比较好的这种视力听力你才能够这个见微知著嘛。那所以就变成就是说，这个美国的航空总署事实上也是一个重点出问题的一个单位啦。那所以就变成现在就是说，这个马斯克还是把手伸到这个 DEA 里面，他就裁了300个人。那当然，现在就变成他可能是认为，就是说这个在招募的过程中，他没有把专业放在最前面，而他考虑到其他的比如说性别，或者说种族，或者其他的这些所谓的包容性，这些用人的标准。所以我觉得现在美国这个国家现在很多机构都被怎么讲的问题都被马斯克给他掀出来了。当然，现在民主党开始要怎么样？要反扑。不过昨天川普在记者会还讲了一个很荒谬的事情，他说美国的社会保险局他们在发这个社保金的时候，居然查出来有很多人是超过120岁的，还在继续领社保金。所以这个东西都是很荒谬的，显现美国的政府真的是很多机构真的腐败到底了。好，请教顺峰哥。这样子DeepSeek 可能对整个的这个 AI 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不只是发展中国家，它有2个重大的意义。第一个，其实像欧盟这些国家，在这个模型发展上是蛮落后的，也因为这样子，除了美国跟中国之外，会有全世界多数人可以享用到。第二个更重要的，
那这 DeepSeek 因为它是属于智慧的一个累积的一个大模型，所以呢，我今天不用钱了，我可能得到的是这个，但是我有用钱200的、2000的、2万的。当我到了2万的时候，我获得到的资讯可能比不用钱或是20万不晓得多了多少。这一个差距会形成人类以后很可怕、很可怕的智慧阶级的差距啊。DeepSeek 打破了，DeepSeek 打破了，让平凡人呢也都能够享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让偏乡的子弟啊和这一个呢精英的子弟都可以享有人类未来人工智慧的一个条件。所以 DeepSeek 对人类的贡献是非常伟大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来看看这一个中国大陆最近开的这个民营企业家的这个峰会座谈会，我看到了一个特点，这6个代表这些民营企业家上去发言的呢，它是代表了中国大陆对新质生产力的定位。新质生产，你可以看啊，这是6个，深圳2个，就广东省2个，一个王传福就是代表了新能源汽车，一个任正非代表了这个这个以电信为主所建构出来的这样子的一个互联社会。再过来呢，就是这个宇树科技啊，就是在杭州的王星星，这是机器人的部分。再过来呢，是上海是属于互联网的部分。北京是这个小米啊，雷军最大的特点就是，你看它的产品是多样性，但最大的特色就是人工智能加互联网所建构出来的应用商品是全面性的。然后再过来是成都代表的这个资金，这一些正代表了中国大陆一个呢这个优质生产力啊，这个新质生产力的一个代表。所以你看这一次里面，传产就参加的少，再过来呢。像地产这些人大概都没有在这里面啊。再过来，就任正非的发言，就是任正非的一个性格。任正非永远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中的自我要求者，他从来没有为他的成就自满过，他从来就永远活在一个自己还要在努力的过程里。所以呢，从任正非的发言里可以看得出来，所谓的这个2.0啊，这个计划就是说。催胎计划了，备胎计划2.0，他的意思就是说，希望到2028年的时候，可以在中国大陆里面，从现在开始建构2000家有关于智能、有关于新质生产力、有关于这个生产的软体啊，建构出中国大陆可以自我满足了70%的生产供应链，这就是他的这个备胎啊2000计划的一个重要的目标，他是往前看的。而且戒慎恐惧，如履薄冰的，不自己引以为荣的，或者忘记自我的，往前再看，努力的在布局。好，请教舰长。之前啊，马斯克把他的大刀先挥向了 USAID， 结果竟然发现啊，这个恐怖组织 ISIS 或者是基地组织，他们都曾经受过 USAID 的这援助，而且拿的是现金啊。什么时候这么大笔的交易用现金？因为现金就有洗钱的问题啊。那其实不外乎毒品、军火，或者是人蛇集团才用现金啊。你 USAID 到底是做了些什么？那这个已经是过去了。但是马斯克现在玩新花招，他竟然要去查核美国的最大的金库。但是我们赫然发现啊，美国最大的金库在诺克斯堡的这个地方50年没有查核过，也就是上一次查核是在1974年啊，这个吓不吓人？那也就是说啊，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要去查核，查核的结果是什么？就以前我担任小舰长来讲啊，我们的这个弹药库啊。是每天都要开库检查的，还要各种封条、各种的警铃啊。结果金量最大的地方，竟然50年没有检查。那这个问题我们大家等着看。那我们既然讲到黄金啊，黄金莫名其妙的就在昨天又涨了1%啊。黄金这个投资商品跟其他的投资工具最大的不同啊，也就是黄金它没有利息的，
也就是你只能靠价差来赚钱。那如果只能靠价差来讲的话，我们这样讲啊，上周的现货价格啊，已经到了200每盎司，已经到达了2942.70美元了。来关注一下，因为昨天大家都很注意到这个消息哦，没想到艺人王大陆突然被逮呀。那原因是说他是为了要闪躲兵役哦，所以昨天这个消息我看到各家媒体都是用这个连线报道的方式哦，突然王大陆又被逮了。那他说这是后面有一个专门的集团呐，下指导棋，然后王大陆是豪砸了100万元，在集团的建议之下，假装心脏有一些问题哦，骗过了医生开出诊断证明，因此逃过了兵役。那目前检方复讯之后哦，已经15万元交保。检方呢又在逮获了一名林姓的这个逃兵役的役男，然后也正在带回制作笔录。截至目前为止哦，检警已经带回了12人进行调查。那其实这一阵子以来，我们都看到了，就是我们的志愿役啊，一直好像招募不是很顺利哦。国军人才大家警报，志愿役宁愿赔钱退伍，4年来离营的人数增加了4倍。那哪怕现在扩大招募一些志愿役啊，那其实就说以前刺青啊，或是身高太高啊是没有办法的，但是现在都放宽了，而且还要用加薪的方式，希望能够留住更多人，就不要提早离开。国防部说将会给予这个志愿役还有战斗部队加给，然后让相关的一些这种福利来做调升哦。但是突然之间这样子来炒作逃兵议题，昨天这样子大动作，让大家想说，这到底是不是反映出来我们国军缺兵真的缺得非常的严重哦？甚至呢，你看还有讲说逃兵也不只是王大陆哦，内政部清查5年内有80个涉及不法逃兵的一些案例哦。那目前已经主动交由司法单位来侦查。那有一些部分的役男呢，他们接获传讯，就已经有进行侦查当中哦。那内政部说不便回应，但是会全力配合司法单位来调查。他们讲说这个役政司先前也主动清查，是不是有役男不法逃兵？现在大概有80个案例哦，是这样子。那可能最终会处5年以下的这个有期徒刑。对比一下乌克兰的逃兵人数，其实一直以来都在上升哦。2014年1月到8月这段期间哦，擅自脱离部队的人大概是4万5千多人，占了整个武装部队的服役人数的10%哦。但是你看看抓逃兵，不就是在战争上面发生的事情吗？难道这代表着台湾离战争不远了吗？是现在要开战了吗？所以我们这突然大动作开始抓起了逃兵哦，这个赖政府这个讯号让大家觉得不单纯。那再来我们看看这个昨天南海上空有一个紧张对峙，解放军的直升机跟菲律宾的飞机距离不到3公尺。我们来看一下画面。Chinese military helicopter. This is Bureau of Fisheries and Aquatic Resources of the Philippine government conducting a lawful maritime patrol within the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You are flying too close. You are very dangerous and endangers the lives of our crew and passengers. Keep away and distance of your aircraft from us. You are violating the safety standards set by the FAA and ICAO. 对，一度只有3公尺的距离，真的是非常的近也是挺危险的哟。那所以菲方就说用无线电警告说你们飞太近啦，这样非常的危险。那大陆的南部战区呢，就讲说这是因为菲律宾的飞机非法闯入了黄岩岛的领空所以他们就是警告驱离它。这个菲律宾的这个 C-208型机没有经过中国大陆的允许就闯入了黄岩岛的领空他们觉得这是在颠倒是非散播虚假的叙事，所以南部战区的海空兵力就依法依规来做跟监这个跟踪监视，然后并且警告驱离。那照片也显示呢，这个中国大陆的海军直升机呢是直9的海军舰载型，表明它是从这个附近应该是从附近的中国大陆的海军军舰上面所起飞的。那另外我们来看看，在这个中澳方面呢，因为在西沙群岛的对峙
逼近了30米之内。歼16也朝着澳门的不是澳门，澳洲的这个飞机射了干扰弹。那央视就讲说，因为澳洲的这个 P8A 侦察机关闭了应答的设备，然后还绕行飞行，没有经过中方的允许，蓄意的闯进了西沙群岛领空这是严重威胁了空中的飞行安全。所以陆方呢，中方呢才出动了这样歼16的战斗机来驱离。那这是要展现捍卫领土的决心啊。那其实不光是歼16对 P8A 射干扰弹055的舰队也跑到了昆士兰示威。那是不是也代表着现在澳洲跟这个中国大陆紧张关系正在升级当中呢？那中国大陆讲说，不论是资讯战、电子战，还是防空、反舰作战任务055都是碾压澳洲的海军任何一艘军舰，甚至能够单挑澳洲的海上打击群那另外我们看看这个埃及的空军，他们现在闪电接收了歼10C1多家埃及的媒体已经有报道了，这算是中国大陆创下最快交付记录的一次他们就是在短短几个月之内就交付了，很多人讲说哇，这个速度真是不得了啊。那现在目前中埃在引进歼10C1方面以超快速度表明说，因为美国对于埃及甚至中东地区的影响力正在快速下降，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中东国家选择转向来跟中国大陆购买战斗机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介老师。我想现在逃兵的问题可以显示出来已经越来越严重了其实逃兵的这一些人，他基本上是他还是想办法，比如说制造假的这种健康证明或者一些假的一些证明那就免除他服兵役的义务嘛。其实这个过去就有过去就有。那现在为什么又变成一个议题的？就是可能就说人数增多了。本来以前我们年轻人好不容易摆脱那个兵役那个4个月嘛，对不对？对。就服完役以后就可以去追寻自己生活了发展自己的事业。那现在因为两岸关系被这个民进党从蔡英文开始就搞得很紧张嘛，就本来这个两岸已经快变成和平之海了，在马英九的8年已经从一个冲突之海变成和平之海。可是从蔡英文上台以后，两岸关系急转直下，那就变成就是说蔡英文开始又要改变我们这个怎么样？改变我们的这个征兵制度因为准备打仗嘛，你征兵就准备打仗那现在台湾从一个两岸和平，大家好不容易脱离战争的威胁那从蔡英文开始就变成两岸又要走到兵凶战危。那年轻人又要干嘛？就要把他的自己的手边的事放下来，去当过去是4个月，现在变成1年的兵了那而且战争发生的几率越来越大。所以就是说，现在这些年轻人随时可能有被派到前线去为了就是说为了这个民进党造成的情势去怎么样，去充当第一线那赖清德上任以后，那个情势更紧张对不对？现在这个情势就是说，大陆已经多次的这个很明显的表示说，如果说台独的这个方向不改变，两岸真的是会走向兵凶战危了。大陆也越来越强硬，所以我想在这个情况之下，也不能说逃兵是对的，可是就变成就是可能有越来越年轻人觉得说，那他不要去愿意他这个战争他不愿意去参与嘛，对不对？那另外一方面，我们过去就是说比较多的所谓的这些自愿役的，现在也都纷纷退伍。那原因就是因为可能就是不想去参与未来这场战争，因为这场战争到底是为何而战呢？是为了台独而战吗？还是为了这个民进党的政治主张而战吗？所以就变成这个现在国家认同也很复杂的情况，也很混淆的情况之下，年轻人真的不知道为何而战，也没有理想国家的这个名称也被混淆得很厉害，不晓得我们国家到底叫什么名字。对，所以就变成我觉得这个现象是值得警惕啦，值得警惕。那问题就变成就是说，既然这个情势从民进党上任以来就变成两岸情势越来越兵凶战危的话，我们都知道民进党他们对于有一群年轻人影响力非常的大，随时都可以号召哇3万5万10万8万的都可以上街头。我觉得他们应该要先号召他们的支持的年轻人应该就是投笔从戎去从军，
而且他的政治人物也应该带头做示范，比如说赖清德他的儿子就应该叫回来啊，那么看看是不是能够从事这些防卫台湾的这些工作，那不要躲在国外，两岸打仗的时候，他们好像跟他们没有关系一样。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点名啦，就是青鸟啦，就是要希望民进党去呼吁他们赶快投笔从戎。现在我们那个军援很缺，武器很多，可是军援很缺，这都是我觉得民进党应该要立刻要做的事情了。好，请教盛峰哥。这样子啦，这个我们从一些小事来看到台湾的状况。首先呢，千石交给了埃及，我想这会是以后中东很多国家的一个选择，因为这些国家过去都使用俄国的装备，那么接受大陆的装备，这个整个延续起来会更容易的。美国在这里再也没有办法一枝独秀了，因为中国的产品，这个尤其是精工的产品，应该是物美价廉。因为这样子，所以它生产的速度跟量、质跟量都够，因此整个南海的情势也发生变化了。本来南海可以讲是第6舰队、第7舰队要在南海怎么走就怎么走，行东西、行右南北要怎么干就怎么干。现在呢，美国都有深切的压力，要在南海再也不能为所欲为。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他最简单的方法，一个是守住南海的菲律宾，那个看不知道民国几年的那个菲律宾；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偶尔想出头，在亚洲的异类的澳洲这个为什么在亚洲异类？它是从欧洲跑来的一个白人国家嘛，的异类，这些人到今天为止还认清不了一个事实。尤其我们来看呢，菲律宾这一次里面，各位要注意一件事他这个飞机里面是载了很多新闻记者的，他的目的就是想我在船被你驱赶的情况，那我现在用飞机看你能怎么办？因为飞机的风险相对高很多，然后带着记者就要告诉记者去报道，你看我们飞临到中国大陆的号称领土的黄岩岛上，你们又能怎么办呢？所以在这样的情境里面，他们是要干什么？也不是真的基于所谓的资讯的收集，而是基于整个的宣传的作为。那既然你是宣传的作为，站在中国大陆的立场，那你既然想我怎么可以让你宣传呢？我当然不会让你宣传。我今天再讲个粗鲁一点的话吧，就像台湾一样我们要去保钓，我们的船一出港，日本就知道了。为什么？因为情报人家做得很好。大概菲律宾也大概是这样子，他的船、他的飞机一出港一升空大概中国大陆就已经掌握到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境里面，他不是要来达成他的目标，他是要来达成宣传的重要。那这个时候当然是要被驱赶，而且驱赶这个才叫真正的驱赶像我们我们的海巡者常常讲说，我们怎么样子呢？经过跟监驱赶，他不是驱赶了，我们就等着人家走了，就说我把他给赶走了。这个好好学一下，这个才是。而且用直升机的方式是应该这个舰长会比我们更了解直升机的飞行气势3公尺说远不远？不远，说近不近也不算近。为什么？因为它的飞行跟其他喷射机的飞行方式或其他螺旋桨飞行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它会对它形成很大的压力。因此告诉澳洲，也告诉了这个菲律宾，南海不再是美国的禁卵，南海也不再是你们可以为所欲为、说来就要来的地方。毕竟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往日的中国了。好，请教舰长。我们看到这个每一次菲律宾带着这些记者，其实在做的也就是舆论战，然后接下来进行认知作战了。那其实我们看一看黄岩岛在哪里？黄岩岛在这个位置它距离菲律宾其实超过100海里，而且它也不在菲律宾的领海基线之内，它也不在领海之内，也不在临街区之内，只是在那个专属经济区内。如果在专属经济区内就算的话，那巴丹岛是不是中国的那因为如果这样算的话，那巴丹岛也算了。而且日前的这一个慕尼黑安全会议的时候，菲律宾的外长就直接被问到了，在1898年的美西战争结束之后，因为西班牙
战败了嘛，那他们签了一个合约，当时候移交给从西班牙移交给那个美国的，有包含这个其他的岛屿吗？没有，只有菲律宾吕宋岛跟民达纳俄的这一些岛而已，南海的岛一个都没有。你凭什么现在说你是？你就凭着你的小马可是在去年的11月8号洋洋得意签了海盗法跟海域法之后，结果就说是你的啊？真的是这样吗？更何况啊，我们看到你11月8号签的，11月10号中国大陆直接的把黄岩岛列的领海基线全部画出来，而且相关的这些领海基点的资料直接送到联合国去了，那也就是存查的部分了。那请问一下，你菲律宾没做，你的飞机为什么可以直接通过黄岩岛呢？另外啊，那个我们看到这个直升机，这个直升机的也就是那个直9的反潜直升机，它一定是从舰艇上起飞的，因为黄岩岛没有吹沙填海，附近也没有中国大陆的机场，也就是解放军的军舰早就在那边战备警巡了。我们看到这是从远而近，然后到很近，大家觉得很近啊。你的镜头有没有把这个 zoom 做 zoom in 呢？让大家觉得哇，好近啊，好可怕啊！那个还竟然强调啊，说你违反了 FAA 跟 ICAO， 也就是违反了这个美国联邦总署以及国际民航组织的相关规定，我就拿规定给你看。什么规定啊？也就是这一个，其实就是我们看到 FAA 的相关规定，他说直升机怎么样做这个驱离或者是伴航。第一个接近阶段，也就是他说可以从任何地方接近，但是最好的就是大部分都是从左后方接近。左后方接近之后呢，接下来进行识别。那识别的时候，他没有讲一个距离哦，3公尺、2公尺不可以接近，没有，他讲的是保持的距离不会小于确认身份和收集必要资讯所需的距离。所以只要我这个直升机我看不清楚，我就接近过去看。所以既然解放军都没有在怕的，有信心的，你菲律宾怕什么？技术不好吗？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啊，它到最后拦截阶段，那可以使用那个视觉讯号，或者是使用我们刚刚讲到的紧急通讯的网络啊。那既然你菲律宾那个可以喊话，你要不要公布一下全网的内容？之前直9有没有驱离你？有没有通过这个讯号驱离你？如果有，你为什么要接近？既然你都不怕死往前冲了，那解放军就奉陪而已啊。那另外啊，我们现在在讲说这个有关于澳洲的 P8A 的部分也一样啊，这就是刚刚同一个规定啊。这不就是 FAA 的 AIM， 就是飞行员操作手册，不是也是这样规定的吗？那也这一个标志是干嘛？一坨云吗？不是啊，它就是打一个火焰弹啊。这个本来就是在 FAA 相关规定里面的。你们现在一天到晚讲不专业，到底是谁不专业？我现在拿出规定来，直接打脸你们。